第171章炼药师大会。目光紧紧地望着面前的白玉盒子，萧炎脸庞上涌现许些激动，手掌有些颤抖地伸进其中，想要将那小玉瓶握在手中。瞧着萧炎这般举动，对面的古特浑浊的老眼中却是掠过一抹戏谑。萧炎手掌刚刚接触到小玉瓶，心头便是猛地一紧，只见那触手处冰冷彻骨，只是眨眼时间，手掌之上竟然被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冰层，而且看这架势还有迅速蔓延的趋势。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得萧炎脸色微微一变，心头微动，体内一缕缕紫色斗气便是飞快地穿梭过几道经脉，最后涌至手臂处。顿时淡淡的紫色火焰从萧炎手肘处升腾而起，与那冰冷的寒气僵持了片刻，将之缓缓地融化。手臂微震，将上面的水渍甩去，萧炎手掌被淡淡的紫色火焰包裹，再次对着小玉瓶抓去，此次却是脸色不变地将之拿了起来。一旁望着萧炎手臂上腾烧而起的紫火，古特脸庞上闪过一抹讶异，失声道：异火？不对。再次感受了一下紫火的威力，古特又是微微摇了摇头，深看了面前的少年一眼，心中轻声道：好家伙，我竟然看走眼了，这小子看来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没有理会古特的目光，萧炎自顾自地细细打量着手掌上那不断散发着冰冷寒气的小玉瓶，小心翼翼地揭开瓶盖，露出了里面那将近约有半瓶左右的乳白水液，在那水液之上还能隐隐地看见有着许些结冰状的东西。轻吸了一口从中渗发而出的寒气，顿时身体剧烈地打了个哆嗦，体内紫火斗气急速运转了片刻，方才将那缕冰寒之气从头顶上逼了出去。萧炎伸手摸了摸脑袋之上的头发，愕然地发现上面竟然已经被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冰晶，当下有些骇然，咂了咂嘴，这冰灵寒泉不愧是难得一见的异宝，难怪在吞噬异火时必须有这东西的相助。而由此思比，萧炎也能够模糊地感受到那异火的威力究竟有多恐怖，竟然必须需要好几种奇物的配合，才有可能增加一丁点成功率。谨慎地打量了这冰灵寒泉好片刻时间，直到药老在其心中将之确认之后，萧炎这才赶忙将之放进白玉盒子之中。东西你已经拿到了，没事就快走。心疼地望着被萧炎装进那界的冰灵寒泉，古特脸皮一抽，直接挥手撵人。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萧炎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对着古特拱了拱手，笑道：多谢大师成全了，日后若是有机会一定再来找你交易。哼哼，等你有拿得出手的宝贝再来吧，不然老子可不见人。撇了撇嘴，古特不客气的道：自然，若是没有拿得出的东西，小子也不敢来打扰你。笑眯眯的点了点头，萧炎在房间里四下望了望，随口问道：古特大师，你这里还有没3阶的魔盒？若是有的话。3阶魔盒？翻了翻白眼，古特颇为鄙夷的道：你认为我会收集那种等级的东西？望着满脸不屑的古特，萧炎无语。小子，你需要魔盒？3阶的我没有，不过5阶的魔盒倒是珍藏有一枚，怎么样？想要吗？嘿嘿，只要你再拿一瓶，哦不，半瓶半生紫金元，我就换给你。搓了搓手，古特脸庞上的不屑骤然收敛，含笑的模样犹如一头奸诈的老狐狸。哼，古特大师真是爱说笑，那瓶紫金元可真的已经是我的全部存货了，再多我也是拿不出来。干笑着摇了摇头，萧炎可不是傻瓜，虽然5阶魔盒同样极为珍贵，可那东西只要有实力，大多都能得到，可半生紫金元这种需要只有靠运气的奇物，可不是你说得便能得到的。再有，现在他萧炎拿着一枚5阶魔盒，屁用都没，留在身上招苍蝇啊。既然古特大师这里没有3阶魔盒，那小子还是顺便去一趟拍卖场吧。告辞了。冲着古特笑了笑，萧炎缓缓转身，然后在古特不爽的目光注视下，拉开房门，径直走了出去。小混蛋，老子才不信你的话呢。古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眉头有些茫然地皱了皱。萧炎这名字好像在哪听过，在哪呢？房间之中，身着邋遢的老者苦恼地抓着满头发丝，苦思冥想着。走廊之中，
听得忽然响起的脚步声，奥托回转过身，望着那脸带笑容走出来的萧炎，不由得有些愕然的道：“到手了。”呵呵，微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对着奥托拱手感谢道：“今天若不是奥托大师帮忙，恐怕我还真的准备满世界去寻找这冰灵寒泉了。举手之劳而已，这些宝贝放在这老家伙这里，也只是当摆设看。以他的本事，却又用不到需要的地方上去，能使得他们落在需要的人手中，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奥托笑着摇了摇头，目光在面前的少年身上扫过，心中忍不住的有些惊叹。与古特相处了这么多年，他自然知道这老家伙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本来他带萧炎过来也并没有抱多大的期望，毕竟谁能够期盼一个刚进2品的炼药师能拿出什么样的奇物？然而面前那微笑的少年却是亲口告诉他，东西已经到手。这实在是让的奥托实在是有些好奇他究竟是用的什么东西打动里面的那吝啬鬼。不过虽然心中好奇心有些浓，可奥托却并未问出口来。他不是初出茅庐的菜鸟，混了这么多年，自然是知道一些交易的忌讳，所以即使心中好奇心犹如猫抓一般，不过他却明智的选择避开了这个问题。奥托没有问，萧炎当然不会闲着没事做的去提，这般两人都是心知肚明的，互相笑谈着行出了这所脏乱的古怪建筑物。你还需要一枚3阶魔核。行出房间，听得萧炎无意中透露的话，奥托偏头笑问道：“微笑着点了点头。”萧炎轻声道：“今天我就会离开黑岩城，去帝国东部的边境一趟，因此我需要在这里将我所需要的东西准备齐全。”去帝国边境？闻言，奥托一愣，旋即笑着点了点头，略微沉吟道：“这样吧，你先随我去炼药师公会等等，至于那3阶魔核，我直接派人去拍卖场帮你找那里的管事取1枚过来，这样可以省去你拍卖的时间。”听得这话，萧炎也是有些异动，当下也不焦作，笑着点头道：“那就麻烦奥托大师了。”呵呵，你既然是在我们黑岩城炼药师公会登的记，自然也能算是自己人，这点忙有什么关系？奥托摇了摇头，似是随意的笑道。奥托的话语之中，明显隐隐有着一种示好的善意举动，对此萧炎只是略微迟疑了一下，便是点了点头。在这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无疑是一个不会逊色于云岚宗的庞然大物，与他们搭上线，对自己并没什么坏处。而且日后炼药总需要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而这时候炼药师公会的这种交易系统却是极为的方便，所以对于这件事，萧炎并没有太多抗拒。当然，最让的萧炎没有太多犹豫便答应下来的，还是这炼药师公会没有太强的约束，平日里各干各的事，互不打扰。只是偶尔炼药师公会需要的时候，或许会发帖子邀请一些炼药师前来相助，而且这里的相助自然还不是免费，完成的好，公会会给一些极为不错的补偿。两人刚回到炼药师公会，奥托便是将替萧炎购买3阶魔核的任务吩咐了下去，然而便将萧炎请进客厅之中，静心的等待着。宽敞的客厅之中，奥托将一杯茶水端在萧炎面前，沉吟了半晌，忽然问道：“萧炎，你此次去帝国边境大概会去多长时间？”“或许半年吧。”“半年吗？”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奥托笑道：“半年后你会去加玛帝国的都城吗？”“都城？”闻言，萧炎一愣，抿着嘴微微点了点头，心中冷笑道：“当然会去，云岚宗就在都城之外，怎能不去？”呵呵。听得此话，奥托脸庞上的笑意明显多了几分，望向萧炎的目光也是越加的柔和。“奥托大师，有事吗？”瞧到奥托这模样，萧炎有些奇怪地问道。“的确有点事。”笑着点了点头。奥托轻声道：“半年之后，这一届的炼药师大会将会在都城举行，我想如果那时候你有空闲的话，倒可以去参加一下，这对你好处颇大。”炼药师大会，这名字让得萧炎满脸茫然。这炼药师大会不仅云集了加玛帝国的众多炼药师，就是连大陆上别的帝国的一些炼药师也会赶来凑热闹，这是加玛帝国炼药界中的盛事，错过了可是有些遗憾。“哦，如果到时候你打算参加的话，可以到都城的炼药师总会来寻找我与弗兰克，
到时候我们都会在那里。瞧得萧炎那微微异动的脸色，奥托微笑道：哼，好，如果到时我有空的话，一定会来看看。笑着点了点头，萧炎算是应下了奥托的邀请。见到萧炎点头答应，奥托这才含笑点了点头，再次与他说了一些关于炼药师大会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两人畅聊之间，那前去拍卖场收购三阶魔核的人也是赶了回来，将之恭敬地送到了萧炎手中。一枚三阶魔核算上价值不会低于20万金币，不过这些钱却被奥托笑着摇头拒绝了回去，以炼药师公会的财力支付这点服用，只是9牛1毛而已。对于这白得来的三阶魔核，萧炎也只得无奈地接受。两人再次聊了片刻，萧炎终于是起身告辞，他今天便要启程离开了黑岩城了。笑着将萧炎一路送出炼药师公会，望着那逐渐消失在尽头的背影，奥托微笑着轻声道：萧炎，我在炼药师大会等着你，希望你能在那种场合大放异彩。